大家好，我是财帅，欢迎来到让你越来越富有的频道。老一辈常教我们一句话，永远不要负债，负债会害了你一辈子。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很多人从小到大的教育。我更相信有很多人听到负债都会不舒服，甚至如果有负债就会倍感压力，像是有车贷、房贷、卡债或是学贷，然后你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还清这些债务，认为负债是拖累人生的主要原因，让人生越来越辛苦，甚至还有人会认为负债会导致自己破产。因此尽量会避免负债。其实负债对两种人来说有不同的认知，有一种人见了负债就巴不得尽快与他脱离关系，生怕自己陷入泥沼。而另一种人呢，你知道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负债多少吗？ 1.67 兆啊。再来就是美国负债31兆啊。那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呢？所以一个国家公司如果要强大，那他们的债务也一定很庞大，那么他们其实就越有钱。所以今天的影片我们将会从3点告诉大家负债和金钱的关系，为什么富人都要用负债来赚钱，普通人该如何用负债去累积自己的财富，当然也会分享你目前的状态又适不适合拥有负债呢？我是财帅，免费分享有用的财商知识，让财富自由不是梦，成为宇宙都来帮助你的人。每周花10分钟就能打开富人思维，跟上钱的脚步。欢迎您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周4更新的精彩影片了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紧进入主题。第一，所有的交易都来自于负债。在现实生活中，银行一直都是主动的角色，而我们是被动的。如果你要借钱周转，你需要填资料申请，我们需要求银行贷款给我们。而我就很讶异，我认识的企业家朋友每次去银行都是被请去喝咖啡聊是非，最终其实就是希望他们可以跟自己经济往来的银行贷款，还会拿到比市值更低的贷款成数或是更优惠的条件。那为什么一般人贷款都是层层关卡，而富人却是被银行请求的呢？而且企业家已经有很多贷款了，为什么银行还要拜托他借呢？难道他不怕自己负债增加吗？银行为什么一直拼命借钱给企业家呢？那是因为银行也要赚钱。一般人存钱进银行，银行会支付我们利息，那么这些利息从哪里来的呢？从放贷中获取，也是银行收入来源之一。中间赚利差，但赚利差也是有风险的啊，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按时连本带利还钱呢？不太可能嘛。所以为了减低压力，能确保还款无误，就会筛选有能力的人作为目标去放贷给他们。而像这位企业家，每年营业额都有几千万上下，银行存款也有好几千万，就成为了银行放贷的目标之一。以企业家的规模，这一点点的贷款并不算什么，只要企业能维持稳定，那么不管借多少钱都没有关系，甚至越多越好。假设你有1万，卖出东西你能赚到12000，利润就是 20%， 而我认识的企业家还有毛利率 67% 的，那么这个时候你还会害怕负债吗？认识谁都不会，对吧？因为负债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甚至可以帮助他们的生意做大，规模化你的事业。你借了10万块，一年的利息就是2800，我们用利润 20% 来算，东西全数卖掉之后，我们会得到12万，扣除贷款利息，我就净赚18000左右，一年就赚了21万。而如果是贷款100万呢，一年就净赚210万。贷款越高，你能赚到的钱就越多，这就是富人负债的秘密。负债不是只有强化他们的进货能力，还会变成最重要的武器，帮企业打下江山。那为什么负债是如此重要？因为负债就是现金流，而我们做生意，现金流就是王道。我们说买房就好了，我相信大家身边一定有这一类的人，不想要买房，不想要做房奴被绑死。其实有这种想法的人，都是财商不足，或是没有使用适合的工具，导致不清楚原来负债能带给他们多大的好处。假如原价1000万的房子打折400万就能买到了，又或者150万的车子免费就买到了，那还需要担心什么吗？知识差就是一般人与富人之间的差距。再来就是第2点，负债会允许你再融资，就是2次借钱。我来举个例子，老邱有存款，他看中了一间有潜力的房子，这间房子的售价是1500万，以他手头上的存款不可能拥有这间房子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要找银行帮他。首先，他以手上300万作为头期款，跟银行贷款1200万。因为房子状况很差，要出租根本就很难，所以老邱用了剩余的150万装潢整修。经过老邱的精心设计和装潢，现在这间房子的价值水涨船高，并且有很多人排队等着租屋。这个时候，老邱就继续找第2家银行去申请贷款。经过银行的评估，现在这间房子的价值大约是2100万。假设银行能批下来的是贷款80%，那老邱就会获得1680万。转贷后，银行把第1个银行的欠款还完，那老邱手上还剩180万。这就是很多富人之所以能空手套白狼的手段，也是房地产投资者普遍的做法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负债。
是负债让他们实现了阶级跨越，是负债让老邱从原本只有一点存款的人，摇身变成了拥有一套资产，外加30万净利润，而那间房子产生的租金收益还可以每个月带来被动式收入。第三，负债是减低通膨最好的方法。在这个高通膨的时代，大家有没有感觉钱越来越小了？以前鸡排1块45、50，现在一片100都有，这是因为钱的贬值啊。而且只要传统的金融系统还在，只要还有国家继续印钱，今年银行给你2800 2.8% 的利息，那外面通膨是5.8%，等于5800，那你钱就等于缩小了3800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你把钱放在银行吃利息，每100块你就会亏损3块，1000块也就是30， 1万就是300， 1亿就是300万。搞清楚后就会知道通膨将会给你的财富带来多大的影响。如果想要完美避开通膨，那负债就是最好的方法。通膨就像小偷一样，一直偷我们的钱，只要一天跑不赢通膨，就是意味着你要面临财富贬值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有良性负债，那这些良性负债就会同时被通膨给稀释掉。比如房地产或是股票、基金都能稀释掉通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任何人都可以有负债吗？谁都可以借钱来投资吗？其实不是的哦，有一种人就不适合，就是从来没有在市场上赚过钱的人。不管是投资或是创业，只要是之前没有商业经验，那都不适合负债，因为这类人还不懂得市场规则是如何运作的，甚至还没有表现出自己赚钱的能力。如果贸然去借钱来创业投资的话，有很大的几率会亏损，而且还会输得很惨。所以如果你是这一类人，尽量先别负债，先去累积你第一桶金，先弄清楚市场运行的规则，赚到钱了，有了现金流，再开杠杆。很多人会问，开杠杆会不会危险，或者投资会不会有危险？的确，我很喜欢这种问题，因为当你懂了游戏规则时，你就会安心；反之，就会担心害怕。比如今天我要去开 F1 赛车，当我有技术、有专业知识，那我会害怕开吗？有可能会，有可能不会。但我更想要的是赢得比赛吧。那开 F1 赛车有没有危险？有啊，可是那是可以控制的。知道如何开车跟被车开是两件事，对吧？只要懂得如何在资产配置中有专业的知识，那就能在风险中如鱼得水。因为能控制的都不叫危险，而是风险而已。所以最重要的是了解如何规划自己的资产配置，如何最有效的买房买车，不花这么多本金，如何用100万未来就能送孩子出国读书，每年200万的消费，共3年也600万。但最终我才花了100万。想要有源源不绝的被动收入，可以点下面的链接填下表单。目前每周咨询人数都约爆了，但每周我都会开放2名免费咨询。只要在 YouTube 看到我的视频的人，赶紧点下链接，得到这个免费名额。负债就像一把双面刃，如果你更理性看待负债，把它当成一个助力，想要赚得更多的财富，就永远不要去害怕负债。相反，你还要去拥抱负债，让你能够触及到每一分钱都为你工作。因为你的负债也可以叫做你的资金来源。你想要做什么东西，想要通过这些东西去赚钱，但你手上没有资金，此时此刻，负债就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最好的资源。而那些所谓的资本家，本质上就是利用这个资源去带来更多、更好的、更有价值的资源而已。最后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现在有负债吗？如果有，那是什么样的负债呢？而如果没有，又是为什么呢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，跟我分享你的故事，我会认真回答每一个留言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有价值，那也请你帮我点赞分享出去，希望这个价值可以帮助到更多人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记得按下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，因为创立频道就是为了打破贫穷思维，打开大家的格局。下一集我们将继续探讨更多有关投资理财的话题，让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致富。我是财帅，期待下次与你们再见，拜。